欢迎观看中国神话与传说系列双语教育视频。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全面解析当下备受关注的神话人物哪吒。从其起源于印度佛教，到在中国本土化后融入道教神仙体系，再到吸收儒家精神内核，最终在民间信仰中演变为儒释道合流的独特形象。让我们一同探寻哪吒传奇背后的文化脉络。哪吒最早源自印度佛教神话，是毗沙门天王及北方多闻天王之子，作为护持佛法的重要护法神。哪吒一名源自梵语音译，佛教典籍中作那吒，是奈扎俱伐罗又译那罗鸠婆的简称。据传，毗沙门天王有5位太子，长子甘露最胜太子，2太子独见太子，3太子那吒，4太子常见，5太子禅逆师。随着哪吒形象与故事的传播，他在中国经历了本土化演变，逐渐发展为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祇。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哪吒被尊称为中坛元帅、李元帅、太子爷、哪吒太子、3太子、哪吒公等多个称号。据传，他姓李，父亲是托塔天王李靖，兄长分别为金吒或作君吒与木吒或作木叉，为玉皇大帝麾下的重要将领，统帅5营神兵，神威赫赫。从文字学角度来看，辞海和康熙字典均记载哪通挪，本意是驱邪避灾，也指鬼神之偶像。说文解字则将吒视为赤，表示愤怒时的大声呵斥，同时也是刹的一体字，带有震慑邪恶之意。因此，哪吒这一名字不仅象征着无可匹敌的神力，更承载着战无不胜的精神寓意。根据《封神演义》的记载，哪吒的前世是女娲座下的护法仙童灵珠子。相传，灵珠子乃昆仑山天池中的一块天灵地宝，因长期吸纳仙气而化作神石，凝聚天地灵运，汲取日月精华而成。然而，他因一时过失放走了被关押的九尾狐，导致祸乱人间，遂被剥夺仙籍，贬入凡间，投胎于李府。因夫人怀胎3年6个月，最终诞下一颗硕大的肉球。李靖误以为妻子生下妖物，遂拔剑欲斩，然而剑光落下，肉球裂开，一名灵秀非凡的孩童哪吒自其中跃然而出。传说中，哪吒的父亲李靖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而神话中的托塔李天王正是以其形象演化而来。他自幼受严格训练，博览兵书，身材魁梧，文武双全，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相传李靖去世后屡次显灵，助人解危，深受百姓敬仰，人们为其建庙祭祀，至晚唐时期逐渐被神化。随着毗沙门天王信仰在中原广泛传播，李靖的神格进一步融合佛教元素，与哪吒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据史料记载，最早提及哪吒传说的文献为唐昭宗时期宰相郑琦所撰的《开天传信记》。书中记述，佛教高僧道宣夜行时，不慎跌落台阶，在即将坠地之际，一位少年神祇突然现身相助，自称毗沙门天王哪吒太子，并赠予道宣佛牙以示护佑。这一传说在后世广泛流传，宋代《太平广记》亦有相关记载。日本高僧元人所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记录了哪吒护卫僧人并献佛牙的故事。此外，禅宗还流传着哪吒剔骨还父、剜肉还母、以莲花化身的传奇。到了宋代，哪吒逐渐融入道教体系，并成为道教护法神之一。志怪小说《夷坚志》记载了一则关于道士施展哪吒火球咒驱邪的故事，执黑雾如中，从林间出，知为石经，遂持哪吒火球咒，俄而见火球自身出，与黑块相击。这一记载不仅展现了哪吒在道教中的神威，也说明他的信仰已从佛教扩展至道教体系，并逐步演变为一个斩妖除魔的英勇神将。至元明时期，哪吒的形象在道教经典中进一步发展。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哪吒原本是玉皇大帝座下的大罗金仙，生有3头9眼8臂，受命下凡降妖除魔，并投胎为李靖之子。
然而，年幼的哪吒因误杀东海龙王之子和石矶娘娘之子，引发祸端。石矶娘娘率众兴师问罪，为了不连累家人，哪吒毅然自尽，魂魄飘至释迦牟尼座前求助，后由释迦牟尼以莲花化身将其复活，并传授诸多法术。复生后的哪吒大展神威，降妖伏魔，被佛家尊为通天太师，威灵显赫大将军。最终，玉皇大帝也册封其为36天将中的第一总领使，哪吒的神格至此进一步提升。明代是哪吒形象最终定型的重要时期，《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魔小说塑造了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哪吒形象，使其成为英勇无畏、神通广大的少年英雄。两部作品对哪吒的重生过程的描述略有不同，《封神演义》中是道教仙人太乙真人以莲花化身之法助其重生，而在《西游记》中则由如来佛祖施法，使哪吒得以复生。随着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哪吒的故事不仅成为中国神话体系中的不朽传奇，也深深植根于民间信仰，成为百姓崇祀的重要神奇之一。他的形象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逐步吸纳儒、释、道三家思想，既展现出道教的神仙风范，又融合佛教的护法精神，同时承载儒家忠孝护国的价值观，最终演化为三教合流的文化符号。哪吒因由莲花化身，天生具有纯净无染的特质，使其不易受到世间邪祟或妖魔毒害。他不仅法术高强，还拥有5件威力无比的法宝：风火轮、乾坤圈、混天绫、火尖枪和金砖。据《封神演义》记载，风火轮形似车轮，左轮生风，右轮喷火，踏至可腾空而起，使哪吒上天入地，行动如电。乾坤圈乃金色环状法宝，坚若金刚，大小随心，可投掷攻击，威力惊人，百发百中。混天绫则是一条红色飘带，能随意伸缩，既可束缚敌人，又可化作防御护身之物，且即便受损亦能自动修复。火尖枪锋芒毕露，可一分为二，并释放熊熊烈焰，专克妖邪。金砖则可远程制击，攻势迅猛，尤其适用于群体战斗，使敌人防不胜防。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之信念，以及哪吒那敢于抗争、改写自身命运的形象，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东晋道教学者葛洪的《抱朴子》。书中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一级人的生死存亡、寿命长短，并非由天命主宰，而取决于自身修行。只要善于修道养生、安神固行，便可长生不死。这一理念不同于儒家传统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更强调个体奋斗与自主掌握命运的精神，为哪吒这一桀骜不驯、誓不屈服的神话形象奠定了思想基础。至此，相信你已对哪吒的神话原型、5大法器及其精神象征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对那句广为流传的我命由我不由天背后的历史渊源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请记得帮我们点赞。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